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8月12日。尋日直播咧，我就解釋到咧，中國傳統文化咧有一種叫賢人政治嘅思想。賢人政治嘅思想咧，就幾千年嚟咧都係希望等待聖賢明君啊。中國人好少反省咧，係咪個制度有問題？係咪個社會唔公平唔公義？佢哋就係等待咧明君來臨啦，堯舜禹湯。咁如果咧你好彩生於大唐盛世，喺唐太宗李世民貞觀之治下做人嘅，咁你會覺得個朝代好偉大喎，文化鼎盛啊，三省制啊如何厲害啦？咁啊，然後咧大唐天子又成為咗天黑項咯，成為國際嘅共主，建立國際嘅共識，一帶一路啊如何偉大啦？咁但係如果你唔好彩嘅，生於呢個安史之亂或以後嘅大唐咧，你就會成日喺度念啦，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啊，就會覺得自己好痛苦咯。點解痛苦啊？佢唔係怪責天子嘅，係怪責自己生不逢時啊！中國人就有呢個咁嘅文化啦，好似毛澤東咁時代啊，毛澤東嘅時代，哇，大逃港年代喎，中國人要冒住咧槍林彈雨咧都要離開中國，否則咧就要喺國內咧受到批鬥啦。好似梁羽生嘅老豆就喺廣西咧被槍斃致死嘅，就因為點解？因為佢係一個中農富農，但係佢就係一個好人嚟嘅，都會被槍斃致死嘅。咁然後你就經歷歷次嘅政治運動啦、反右啦、大躍進啦、文化大革命，你經過無數嘅劫難啊！但係咧，如果你喺鄧小平嘅時代又揾到錢，寧賣鹹鴨蛋就不做原子彈，你做個體戶啦、包產到戶啦，你又會覺得自己個國家好偉大咯，富強起嚟咯，然後咧就嘲笑啲歐美社會嘅沒落啦。鄧小平時代、江澤民、胡錦濤年代，咁你就會覺得自己係偉大啦，國家好強啦，而家國家有進步有改善，你就忘記咗上一個世代。如果你係唔好彩生於上一個世代，你就會好痛苦，你係忘記晒咯。所以中國人咧幾千年嚟有一個訓練嘅，就係因為咧佢哋冇辦法改變個社會制度啊嘛，冇辦法改變個領導人啊嘛，佢哋就有一個訓練咧，本能嘅訓練，就係無論邊個做領導，佢就支持邊個。好，毛澤東上台，梗係堅決支持啦，堅決反對蔣介石。咁但係後來劉少奇上台又堅決擁護劉少奇咯，但係當劉少奇被毛澤東重新打倒，又堅決反對劉少奇大公賊啦，又堅決擁護毛澤東咯，堅決擁護毛澤東嘅接班人林彪同埋四人幫，但係結果咧佢哋倒台又堅決反對啦，然後到鄧小平上台又堅決擁護咯，咁鄧小平咧就指定咗呢個胡耀邦、趙紫陽接班，又堅決擁護咯，到胡耀邦、趙紫陽咧就被打倒又堅決反對。然後咧，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朱鎔基呢啲人咧上台，佢就堅決擁護咯。佢哋搞集體領導啊，堅決支持啦。然後到習近平廢除集體領導啦，重新搞翻呢個終身制，佢哋就堅決擁護咯。咁所以中國人咧就練成咗一身嘅好功夫，就無論邊一個當權咧就堅決擁護，邊一個咧就被打倒咧就堅決反對咯。所以佢哋唔會諗嗰個制度問題，唔會諗係咪個文化出現問題，因為你凡係反省制度咧，反省文化就俾人拉咗咯。幾千年嚟都係咁樣噶嘛，咁所以佢哋有一個一生嘅好功夫，就係誰人當權就支持邊個，堅決擁護同堅決反對。呢個即係你見到而家歐美社會亂象橫生啊，咁呢個大家毋庸置疑噶，亂象橫生。咁但係咧，你又好少見到咧有歐美社會啲人咧就係走線逃難去中國去朝鮮喎。但係每日都見到有脫北者啦，每日都見到中國咧有人走線啊。今年咧舊年至今年咧走線去美國嘅，即係非法偷渡去美國嘅，創咗歷史新高啊！經中南美洲，而家中南美洲有啲國家咧，本來係對中國免簽證啊嘛，而家因為走線太厲害啦，就要重新簽證咯。偷渡嚟呢個嘅歐洲亦都係非常之多啦，甚至乎咧有唔少嘅中國朝鮮族就係扮成脫北者，就偷渡去歐洲。有一套電影咧係韓國嘅電影嚟㗎，個男主角好出名啊嘛，就係演呢樣嘢，就有一啲中國嘅朝鮮族咧就偷渡去布魯塞爾，布魯塞爾嘅歐盟總部就話自己係脫北者嚟嘅。而家有新聞咧，呢個係2021年舊新聞嚟嘅，就係好多咧中國嘅脫北者咧。就扮脫北者係中國人有30人咧就被呢個嘅韓國政府拘捕咗。其實原來就係中國走出嚟嘅喎，就話自己係朝鮮人嚟嘅。
咁啊結果咧就係投奔自由，去咗韓國或者去咗其他嘅國家，再轉翻入去韓國啊。通常係咁樣嘅，離開咗中國，去到歐洲咁，去到揾當地韓國嘅領事館，話自己係脫北者。咁但係咧後來咧就查證咧，佢哋根本咧啲口音又唔同嘅嚇，對朝鮮嘅文化制度了解又唔夠嘅，就證明佢哋係中國人，根本就唔係朝鮮人嚟嘅。咁啊拉咗30個。咁啊呢一個就係脫北者又有啦，中國人走線又有。咁但係你好少見到美國人，當然有斯諾登啊走難嚟香港嘅，但係普遍又冇見到幾多美國人啦，好混亂啊，又講咩毒品喪屍橫行啊，英國啊暴亂暴徒啊，冇幾多英國人美國人咧就係走難嚟中國嘅。當然英國人美國人唔需要走難嚟中國嘅，合法簽證嚟中國咧申請一個英文教師亦都唔係好難。咁嗱呢個係事實嚟嘅。咁我今日講咩咧？講兩個新聞啦，一個脫北者，一個咧就係中國人嚟喎。中國人咧就係呢個國家體育總局嘅高層啊，叫做袁浩然啊。袁浩然咧就係最近咧有新聞就話佢逃亡啦，喺法國期間咧就係投奔自由，去法國嘅領事館裏邊咧尋求政治庇護。嗱，當然呢個係傳聞嚟嘅啫，係真係假咧暫時未知。佢係國家體育總局嘅自行車劍擊管理中心嘅副主任嚟㗎。咁啊，曾經咧係帶過孫楊啊游泳隊，佢做呢個職位之前咧係管游泳嘅，帶過孫楊啊係攞過奧運冠軍啦。咁但係最近發生咩事咧？最近係發生咗佢嘅微博被清空，百度咧都被清空啦。就係因為咧佢曾經係做過游泳管理中心嘅部長喎，游泳部部長，就係因為佢講咗個玩笑喺微博喺呢個嘅即係奧運期間講咗個玩笑。呢個玩笑係咩咧？佢就開咗玩笑就話：喂，點解啲美國嘅運動員咧個面係紫色㗎？大陸有啲人就話一定係食咗禁藥。咁因為以前孫楊啊或者仲有其他運動員俾人查出食禁藥啊嘛，所以今屆咧就對於中國嘅運動員咧就冇咁友善就好多人咧就係認為中國運動員有食禁藥嘅歷史。咁而家咧就係話美國運動員都食禁藥喎，因為佢塊面係紫色喎。咁咧佢就係寫咗個文章，佢話會唔會係某收費電視台係轉咗色啊？結果俾人鬧漢奸啦。佢話佢喺現場嘅，佢話粉色咧係巴黎奧運嘅主觀色經常咧係有好多氛圍燈嘅。咁所以咁啱咧就係嗰啲選手被照到咧，咁佢就影咗啲相出嚟，所以咧塊面有偏紫色。咁點解會偏紫色咧？中國運動員冇啊。佢話因為咧啲美國運動係白人嚟嘅，白人咧有氛圍燈打落塊面咧特別顯色嘅。中國人咧有啲黃黑啲啦，黃黑黑噶，所以咧網上冇咁容易睇到。咁啲人就話佢係漢奸啊，幫美國人講說話喎。而家應該槍口一致啊嘛，人哋外國人就質疑中國人食禁藥，你應該質疑翻外國人食禁藥噶嘛。但係唔係喎，佢呢啲真係唔得啦。佢被抄出歷史啦，啲歷史就係咧佢話咧以前喺東京奧運嘅時期佢話咧呢個嘅日本人面上係平靜嘅，係有自信嘅，係有禮嘅喺街上個過客、酒店嘅服務生定係場館嘅志願者都係平靜同自信嘅，佢好感觸啊。但係咧喺天朝咧嘅人普遍係躁動嘅，同埋不安產生鮮明嘅對比。喂，你真係政治不正確啦！你叫中國人做天朝人，天朝係你叫佢咩？天朝毛澤東就話咧，中國以前喺蔣介石嘅年代仲係半封建半殖民噶嘛。咁所以你話中國係天朝，當然而家大陸咧唔少人仍然咧係嘲諷中國係天朝，就係因為仲係行緊封建制度，即係邊個做皇帝都冇所謂嘅，最緊要有飯食嘅啫。邊個做領導都冇所謂，總之生活有改善，呢個咪封建思想咯。咁所以而家啲人仲係諷刺緊天朝制度噶。即使係着衫靚咗，着名牌啦，都係目後衣冠。咁呢個天朝。咁佢係諷刺中國人喎，第一，第二啦就係讚揚日本人，呢個係政治不正確啦，仇日係中國嘅主旋律嚟噶嘛，你竟然係諷刺中國人，宣揚日本人嘅呢個死罪嚟噶，咁結果被爬出啦，咁所以有好多網民咧就號召咧要佢翻中國受審啦。然後咧國家呢個嘅體育總局咧要將佢雙規雙開咯，咁所以傳聞咧就話佢投奔自由，咁當然呢個冇辦法查證嘅，但係就從呢單新聞可以睇到咧，喺中國個輿論場係幾恐怖嘅，你係只要講一啲說話係講玩笑，政治不正確，你都會受到嚴重嘅批鬥，而呢啲嚴重批鬥喺歐美啦，可能咧左傾即係所謂左膠風潮都有，但係又冇去到政治層面咁嚴重嘅喎。
而呢啲係會有殺生之禍嘅，去到政治層面嘅。咁啊，另外一單新聞呢，就係可見一斑啦。呢個新聞呢，就喺巴黎奧運期間有個女仔姓何嘅29歲北京女子喺大安區被拘捕，佢只係轉載咗個微博就話呢，陳夢衛冕冠軍，咁啊好感動啦！呢個陳夢乒乓波衛冕冠軍。咁我見到中國排球贏波，中國乒乓贏波，我都覺得開心高興嘅。即係你係欣賞運動員咧，欣賞嗰種鬥志，欣賞嗰種拼勁，呢個冇問題。咁啊，佢就話好好感謝你嘅馬林教練啦。今晚床上記得帶套，呢個係嘲諷啦，好明顯就係嘲諷中國有潛規則以及咧呢個張高麗彭帥事件，就係有呢啲咁嘅嘲諷。因為中國嘅運動員啊，如果樣貌好啲，有啲人就話都可能要陪領導嘅，否則咧比你強嘅人啊大有人在啊，點會派你出戰啊？咁有啲人就咁講。咁啊，事實如何呢？呢啲當然冇根據啦。但係張高麗事件就真係歷歷在目喎。咁所以有啲人講呢啲玩笑，講呢啲嘲諷呢，都係言論自由嘅一種嚟啦。咁啊，結果喺北京呢就拘捕咗佢啦，行為惡劣啦，造成不良嘅社會影響，就因為呢係公然詆毀運動員同埋國家隊教練啊。咁呢個當然係唔好啦。嗱，即係平情而論，佢講呢番説話當然係唔啱嘅，冇根據嘅。咁但係作為一個開玩笑，作為一種即係嘲諷咧，又唔需要去到坐監咁樣嘅，係咪？你咪刪佢貼咯，你咪發警告咯，限佢微博嘅發言權咯，咁你話要用北京市嘅大安分局去拘捕佢，分分鐘告佢尋釁滋事或者公然詆毀，咁呢啲咧就即係程度可能係過分咗啦，咁但係呢個係國情嚟啦。咁即係我想講個制度問題咧，就係歐美社會自有佢嘅混亂啦，亦都有佢嘅衰落，呢個係事實。咁呢個就好似丘吉爾所講啊嘛，民主唔係一種好嘅制度嚟，佢只係一種不壞嘅制度，佢係避免咗咧希特拉啊、墨索里尼啊、史太林、毛澤東呢啲癲嘅人咧出現咧，搞到咧幾千萬人係死亡嘅。咁希特拉我講過無數次啦，佢係被民選嘅，但係佢嘅民選選輸咗噶嘛，佢係選輸咗，然後逼使興登堡委任佢做總理噶嘛。咁所以唔好似葉劉淑儀咁低水平啦，就話呢個嘅希特拉係民選出嚟嘅。香港大學嘅歷史系馮客教授已經寫過咧，獨裁者之路咧係破障啦，係講翻呢種咁嘅講法噶啦。今日講另外一個人脫北者嚟，呢個脫北者咧，哇！即係佢係舊年11月脫北嘅，咁叫做李日輝。李日輝咧，佢係做高官嘅，做高官係咩咧？佢就係本身係朝鮮嘅人，然後咧就做駐古巴嘅大使館參贊，咁都係國家嘅一個棟梁人物嚟啦。喺舊年11月咧，帶住妻兒咧，即係呢個好難得啊，因為一般咧，即係你出外工作咧，妻兒就要留國內嘅，但係咧佢就有機會帶住妻兒咧投奔韓國，成為2016年咧係逃往韓國最高級別嘅外交官嚟嘅。咁咧佢解釋點解要逃啦，就係因為佢已經係國家裏邊咧 10% 甚至乎1% 最高嘅身份嘅人啦，但係咧佢有病咧都唔俾佢去醫喎。點解唔俾佢醫啊？咁梗係啦，因為佢要論資排輩啊嘛，未到佢啊嘛。佢雖然係最高嘅 10%，甚至乎1% 嘅人，但係仲比佢高嘅人咧，仲有大有人在啊嘛。所以咧就唔俾佢接受治療。當佢唔俾佢接受治療嘅時候，佢就感覺到自己嘅生活啊係好卑微嘅。明明係1% 嘅人，但係都冇辦法去享受到一般民主社會中產階級嘅生活嘅待遇。結果佢咧就係帶同屋企人啦，咁要脫北啦。而更重要亦都係生活好艱難啦。佢做呢個參贊嘅時期，因為咧每個月得500美元啫。咁喺古巴咧可能就唔夠生活，所以咧就要做非法走私啦，就要喺古巴寄啲雪茄去中國度，就賺翻啲雪茄嘅走私費用。咁喺飛機起飛前6個小時咧，同佢妻子同兒子講逃亡計劃，係一個生死嘅賭注。因為我哋之前睇過啦，最美嘅脫北者啊嘛，嗰個回憶錄都講到咧脫北咧十死冇生喎，十死九生。因為你脫北咧去到中國咧有專業嘅打北者。就係因為咧，中國人咧就有啲人組織一啲隊伍出嚟捉啲脫北者，然後就送翻朝鮮度攞獎金。咁所以咧脫北好難，而咧佢更重要就係一個高官嚟噶嘛。高官咧亦都係為佢屋企仲有一定，除咗最親嘅老婆同仔之外帶到，佢可能上有父母兄弟姊妹咧，佢哋走咗會令到在朝鮮嘅屋企人係受到殘酷嘅對待嘅喎。咁所以咧，佢最近咧就接受咗訪問脫北咧已經幾個月啦。喺韓國咧，亦都接受咗一個嘅融入社會嘅訓練。
咁啊解釋翻金正恩啦，佢話大家唔好對金正恩有幻想啊！金正恩係支持特朗普嘅，認為特朗普上台咧係對朝鮮係更有利。呢個第一，因為佢以前咧金正恩同特朗普已經交往過啦，互相摸個底線，發覺大家都係有共同嘅目標嘅喎。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如果有啲人假設金正恩嘅身體咁重，好多疾病會死亡，然後朝鮮就會開放啦。佢話唔會喎，因為呢個係鐵幕國家，一早已經安排咗領導人嘅咯。係咪金正恩嘅太太會當權呢？金正恩嘅妹妹會掌權呢？甚至乎鋪路為金正恩嘅女去掌權呢？咁所以咧，邊一個掌權呢？分別唔大，甚至乎可能係會有更邪惡嘅政權出現咗。咁就好似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邊一個做其實分別唔大嘅，可能係更惡劣嘅。所以唔好有即係心存僥倖啊！佢啊提醒大家。咁所以從呢一個新聞去睇到啦，你嘅聖賢明君呢種咁嘅思維咧，其實就好膚淺。而家有啲人覺得經濟好咗啦，生活改善咗，就擁護支持呢個制度，就係因為你投胎投得啱時代啫。如果你投胎投早30年咧，你可能會餓死咗嘅，或者你個仔女餓死咗。投胎投早30年咧，可能你根本就唔會出世，因為被打胎打死咗啦。咁所以啲人咧就係等待聖賢明君。我都話啦，歐美亂啦，民主社會亂啦。你講最發達嘅5個呢個嘅民主社會國家，可能講美國、日本、法國、德國、英國咁為例啊，5個。你覺得好似好亂咩？咁最發達嗰5個獨裁國家咧，中國唔好講獨裁啦，專制國家啦。中國係行無產階級人民民主專政啊嘛。中國、俄羅斯、古巴、朝鮮、伊朗好未啦？伊朗最近啱啱修改咗法例啦，婦女根本唔係婦女啦，女性9歲就可以嫁啦。哇！真係我都係做父母啊，9歲個女俾人嫁咗，即係呢個諗起係何其悲慘，何其悲痛。但係你冇辦法改變個社會制度啊，因為你生活喺嗰個時代，你就要擁護喺嗰個政權啊嘛。你個女9歲被嫁出去，你都冇 say 嘅。咁然後你就話：哎呀，制度優勢啦，制度自信啦，呢個係我哋嘅國情，你唔好説3道4，西方人如何如何，可悲唔可悲呢？破帳每日都咁破都好攰嘅。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Like、Subscribe、Share 收費平台 Patreon 啦，最緊要支持收費平台，咁就會有獨家嘅課堂啦。中國近代史、中國經濟史、中國史學名著呢啲都可以重溫嘅。VIP 會員可以無限重溫啦，15蚊美元。YouTube 嘅會員咧，亦都會有佢嘅獨家內容咯。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啦。今日講到呢度，希望大家支持，拜拜。